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蛮大的广告，应该是保养品或什么的。然后最后他就是可能2选1或3选1，但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做最后的试镜。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她有自己的闺蜜在广告公司里面，所以她知道广告公司那一天他们决定要带到譬如世贸，来做最后的 casting。然后她因为先知道，把你支开，完全支开，这个因为她有内线消息。天哪，一定是林志玲。你看那个人还在线上吗？当然就林志玲哟，他就跟我讲，他说小 S， 我真的很想把人支开，因为我真的想要赚这个钱。谁会这样讲？是不是找钱看看心理医生吧？我没有病。什么痛？最痛，那就是被好友背叛的那种痛。你是说背叛的痛吗？背叛，被你最信任、最亲近，而且你是最相信他的人背叛，捅一刀，那种痛是比那种外人伤害你更不舒服的。哎，我相信。我本来觉得你演戏有点夸张、浮夸，但是我后来回想一下，我发现我真的有被捅过几刀。被好友吗？信任的人。信任的人。那你要不要拔一下？不要，我想玩那个越剧游戏。我们可以进入主题，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几位呢，也是被好友背叛过，要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哦。欢迎维明哥，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雅伦姐，好久不见的中国爸爸。哎，你知道他以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模仿过你们呢，你们还记得吗？我记得。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唱什么歌？单眼皮大错特错，3、2、1，大错特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style，为何天天缠着我？就后来你们为什么离开台湾呢？其实我们都住在泰国，本来都住在泰国。他是泰国人，然后后来我回去泰国做生意了，就是不做艺人了，也是还是有在表演，都是大型演唱会，每年都会有。可是，在台湾为什么就放弃那个？因为你当时很红哎。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泰国还是泰国的公司，所以他还是希望我们回去泰国那边发展。所以你们两个还是同一组吗？对。是同样的人吗？同一个人。样子有不一样，对不对？你有一阵是我回来，可是我觉得你是谁啊？贝尔吗？等一下，贝尔是谁？以前有戴牙套的那个。对，戴牙套，然后头发又不一样。对。只是这样吗？你是谁？我是谁呢？我想问你有没有读意思就是变漂亮啊，变漂亮，变漂亮，变女人。你也是哦，变漂亮，没有。漂亮，有。对啊，你干嘛讲那种客套话？真的啊！哎，可是你们组团是已经组多久了？25年。你们彼此有背叛过对方吗？其实我们比较少有被背叛的经验，还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你们有背叛我们吗？我们吗？没有啊。你有背叛我吗？双胞胎会背叛彼此吗？会啊，一定会的。不是背叛，就是工作上比较容易有争执跟吵架。对啊，对。例如说，他很常不听我的劝告，或是不听我的指导。对。可是他很爱最后就会指导，出错。所以你是哥哥吗？我是哥哥，我是展龙哥哥。对。所以哥哥一定要主导一切吗？对啊。像算背叛吗？可是逻辑上面还是会听啊，是因为你给他建议之后，然后他有不照着做而损失什么事情，或者被伤害过，就是真的会发生那件事啊，不好的事。就例如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动作一个明确的例子，就例如说我们的动作一定要一起，不然我们等一下表演如果没有一起，那观众就不会有感觉。没有，就像我有时候觉得我被他背叛的地方是。他常常会跟我讲一个等一下表演要注意的东西，然后我的潜意识就告诉我说，完了，等一下他讲的一定是他自己会做错的东西。然后他是先讲出来，但是他自己做不到。对，然后有一次我们是一个国际舞台，是那个 Fan Fest，就是全国家不同地区的那个 YouTube 都会来。
然后大家在表演，我就觉得很紧张，然后我已经够紧张了，他就跟我讲说，我刚排练的时候发现你有个动作没有做到那个位置，你一定要用力那个态度那个 vibe， 然后我就跟他说 vibe 嘞，我就跟他说，这个时候我不是应该要轻松一点，就是我怎么样都是对的，然后我们大家要用自己的，而且你就做自己就好啦。那他就说没有，因为你那个动作会影响我，因为我看到你不一样，我就会觉得他做错，我就会觉得我也做错，对。我太 care 他。可是动作一样，但是有的人用力，有的人软，就是不一样的风格啊。我以前可能会觉得不是这样子，但我现在觉得大家可以做自己的表演跟态度。可是我以前会觉得他如果错了，我就会可是他真的要求很高，因为有时候我跟贝欧真的，因为我跟贝欧在我们2个人在跳的时候，他也陌生人吗？啊？是真的吗？是贝尔，对，陌生人。没有，我刚刚那个故事是，结果最后那一场他掉麦，他为了他那个 move 他掉麦，然后我跟英生就在上面傻眼，就看到他 hold 一个麦克风在那边，然后继续一直晃一直晃，然后就自己把麦克风捡起来，然后第2天全部的那个媒体都报道他掉麦，然后我当下就想说，哦，用这一招活版面上。所以变他那一次是他最红，是不是？对，那一次他被记住。所以他从来没有就是讲过什么东西之后，然后成功的表演完。没有啊，因为掉麦你又不能掌控。但是我想跟他讨论的是，有些细节是我们现在如果可以，但是你自己做不到啊。重点那个细节他自己做，所以我现在都不讨论了。我就觉得，对啊，就不需要说。你现在已经没有在教训他，或者是指导他了。没有，完全没有，现在完全有，没有，你帮我讲，真的有。娃娃讲最准，你们还一起合作玩 MV 而已。就是我们，因为娃娃觉得他很硬，对不对？但是他跟我有一点像，我也会，然后就变成说他很紧张。他一讲出来，害我也很紧张，我也一直觉得我跟贝欧跳的不一样。他还影响到你们。对。对。你想打前辈？对，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啊，他就说，娃娃，我觉得你跟贝欧刚刚那个动作有一点。不可能。真的。你们红的时候，你们才幼稚园不是吗？没有，因为我们要。你凭什么跟前辈讲这种话？因为我们要扛，因为这次我们是从音乐录影带到细节，我们都是会参与幕后的人。对。所以我有时候会没办法切换说，好，我现在是艺人，我先不要管到其他东西。但是因为导演他们可能就嚷嚷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我听到了。我就会很紧张，想说，其实他是好意，我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如果导演不敢讲，那就剩下我啦。所以导演的 murmur 就会 murmur 说，刚刚不太整齐，可能不能用。然后我可能在盯摸的时候，我就我听到了，我听到他 care 我们不整齐，那我就想说，可是导演也很奇怪，因为。他跟我讲之后，导演就说：“好，这边可以了。”他也没有要再让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因为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刚刚那个再来一次。”然后导演说：“哦，可以，刚刚可以了。”因为导演可能可以剪接吧。对，他很多方面可以用。对啊。你们也是导这个 MV 吗？还是你们只是一起合作歌曲？他们这次来台湾的时候，我们有合作另外一首新歌，还没有发行。你是导演吗？我们是监制，可是整个创意发想是我们自己没有错。对。但我觉得他会那样，是因为他会想说，他要把它讲出来。而且他也很爱偷听。对，你说看摸都没在看，然后一直这样。对，假装在看那个，摸你的耳朵这么大。我想知道大家满不满意这个内容。那不然要不要来表演一下？可以啊。会整齐吗？可能不会太整齐。展荣，你又给大家嘞，拍完就没有再表演过。因为如果不整齐，我会很生气哦。因为你知道维明哥有强迫症，怎么办？看到不整齐的表演，他会翻桌。对，我打人，我直接打。我们要有信心。刚刚我们要有信心，大家可以做自己。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默契。没有，因为你们太强调整齐这件事情。而且你们一跳完，我们就会请导播那边帮我们回放，你就可以去那边看。维明哥，所以如果等下不整齐的话，就麻烦你立刻。还是你们先录，我去副控看那个一格一格的分档。你看哪边可以切？立刻教训，立刻教训，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前辈。什么叫前辈？怎么有前辈？怎么会有这一趴？来，欢迎展荣、展瑞。有一样吗？不一样哦。
心机好重啊！我们真的没有，你一个心机人跳超重明天新闻又是你。对啊，不是很爱像你不一样哎。很爱指导别人吗？你刚才往前冲，你往前冲，你要去哪里？太听话，因为我以为 ending，对啊，我太听话了，我以为 ending， 给你等下，给你面对那个维明哥。我们都有话要跟你说。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还要要求别人。对呀，我们真的，你知道我现在多怀念40年代台湾治安很乱的时候吗？现在都用私刑吗？文明哥，你后面有一把刀。我们真的没有练过。不会很棒，我真的没有练过。好了，那有一些小细微不一样，比如说有一段是你勾脚，但是他没有勾脚，他是这样，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那个还有抬脚。这个他是对的啦，是要勾脚，勾脚是要的。但是因为我刚刚是想说，如果今天是真的要表演的话，我就是要想办法跟上他们的动作。所以今天刚刚是假的表演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看不起你。对啊，我的表演应该要排练1个月啊，要排练才能上。但我们真的没有排。真正的艺人就是 anytime， 对，都是真正的表演。没有，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完全一模一样。对，说来就来。哎呦，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好了，你们的时间，讲这种话，你们的时间用完了。来，文斌哥，你进入演艺圈这么久了，应该被捅过很多次刀吧？刚入行嘛，那台湾都是古装剧，那是我演的第一个古装剧，就是以前华视有什么中国故事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因为新人去演戏，所以我们都不敢含扣。剧组要你干嘛你就干嘛。那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们有4个人在客栈，场景在客栈的桌子，然后有一幕就是4个人要站着讲话。这边有个女演员，你知道我们就拍一拍就我们先拍 S 再拍谁拍浪的，所以中间有前后。在前后的有一个镜头，我们4个人又要站在这边拍浪的时候，我一站在我就看那个帽子，我有一顶帽子是放在前面那个桌上，然后前面剧情交代再走路过来在这边，可是那顶帽子就是斗笠，它放在这个桌上，然后我就心里闷，我嘴巴就讲一句，跟那几个演员讲，我说。这斗笠刚刚不是应该在前面吗？然后其他几个人就有一个人说，对，好像是。然后这个女演员女主角她就突然就对着导演，这斗笠不是应该放在这里吗？这道具放错了。然后导演才对，然后那女的说：“导演，你看我是不是很爱你？”可是其实这个戏还蛮小的，这跟我而且还是30年前的事吧？对，你记到现在。我跟你讲，我们的江湖位置现在已经没有。斗笠放错位置被人家讲又怎样啊？没有，先从小的开始讲啊，对不对？哪有电影一开始就 ending， 大家死光了，然后就没有演，就没到好演。这像维明哥会 care 的事情。你怎么那么小鼻子小眼啊？不是小鼻子小眼，我那时候有点惊讶，觉得，哎呦，人性有这种面啊！你敢当着人家的面，这第一个，捞那个功，而且这个还不够 shock。我接下来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几乎就不交朋友，一直到现在。因为斗笠，不是以前我刚进演艺圈的时候，我是艺人，不是因为斗笠啊。斗笠那么小，因为蓑衣，好不好？那就 OK。没有，我刚进演艺圈当艺人的时候，我同时还是唱片公司的幕后。然后以前唱片公司呢，因为唱片公司就是小团体，所以以前唱片公司都会有自己的 team。就比方说 Patrick 是我带出来的，亚伦是我带出来的。那我今天有一个好机会，我说Patrick， 我现在到什么地方？亚伦我到什么地方？就跟着你来这样。那个时候杨烈大哥唱歌，那个杨烈大哥，杨烈捅我一刀，杨烈捅我一刀，我应该早挂了，因为他这么壮，对，他要学自由搏击的，不是杨烈大，是杨烈大哥跟他的好朋友当时开了一个唱片公司，然后杨烈大哥就因为郑经一大哥的介绍就找到我，我那时候在唱片幕后还蛮有点地位这样，然后就找我帮他组那个公司，所以杨烈大哥跟他的朋友等于只有出钱，整个公司等于是我在花的，所以所有人都是我找来的。好公司经营了1年多，年度都会有那个业务的报告整理嘛，我们就讲到一个案子，那个案子很不赚钱，非常不赚钱，然后业务也有问题，各方面都有问题这样，然后杨烈大哥主持会议，就检讨说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大家在七嘴八舌，每个人提自己的意见，提一提，突然一个我带出来的一个企划主管，一个女生，她就突然说都小伟的问题了，就讲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体会到一个成语叫
晴天霹雳。而且是你带出来的人，我带出来的，而且当着面指责我一个人就算了，那个人一发难以后，接着3、4个都是我带出来的。啊？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这样子？都开始这样，小伟长，小伟短，就是小伟怎么样？在你面前？对，在我面前。可是你是他们的前辈吧？啊？你是他们的前辈吧？那个时候不能算前辈，只能算长一点吧。比方说，我可能多一个人3年5年啊，但是他新进来，我带他进来做唱片宣传、唱片计划、录音这种之类的。带他们进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不是因为你们是不是我带进来的，而是你们可以这么敢的当着我的面，对啊，我没有恩也就算了，我们只讲对错嘛。而且事实上根本不是你的问题。当然不会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一个唱片销售如果不好的话，所以大家都说是你的问题之后，杨烈大哥怎么说？杨烈大哥倒是蛮挺我的，反正他现场也一样就主持会议，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把它扩大，他就听事后也没有对我有任何处理，因为大哥很聊我这样，因为我认识大哥很久了，他相信你的，他相信我，只是我永远记得就是那一天之后，我去上班都跟死人一样，我谁都不想聊，这好尴尬哦，谁都不想聊，那每个人看到你还是当没事，哎，文明哥早啊。哎，我觉得真的很恶心哎，这样子。对啊，你会觉得哇，人性有这种，这才是背叛。刚才斗笠那个，斗笠算邀功，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吗？有更大最大的条，最大条。后面那个就不能算大，只是我觉得好玩。就是以前80年代，就是我们都刚出道那个时候台湾商业，我哪有跟你一起刚出道？你是80年代的艺人吗？你比我早出道很多，好不好？其实我后来仔细去查过，你大概晚我1年半。你是同期的哦。哇！真的。我出道的时候，我是看你们连环炮长大的。对，你的确是看我们连环炮长大，可是没多久你就出道了。而且当时节目部都，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跟大 S 的时候，你们2个人就是 SOS 第一张专辑要发行，准备要那个宣传，你们俩穿黑色的紧身衣，就类似背心那样。我们上谁的节目你一定没印象，那个人现在不在了，周林大哥的节目。是电视节目吗？久到不认识，对不对？现在很多以前老3台的怀念频道，我那天有看到。你是不是在怀念频道的回顾里面？有些老3台有怀念，你好经典，快给我一个刀，快点，他捅我一刀！快，你干嘛捅我啊？而且重点是你干嘛仔细调查？我不是仔细调查，因为我们曾经好像讲过这个，就讲过，好像我们在节目上好像讲过说，你晚我1、2年出道。有一天我就想，到底晚多久？我就稍微查了一下，你们晚我1年半。哇！没关系啦，我不想主持了。怎么办？疼痛是种结，这就是团的那种很直接的力量。我想飞到最高点，整个超震撼，拳到肉。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一起听团吧。你觉得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就是80年代那时候商演场很多，所以大家常常互通有无。比如说我今天有接到一个场，可是可能时间什么不配合，我可能会想到Patrick 适合，Patrick 你礼拜天有没有事？没事，有新竹有个场什么，大家会互通有无。那我们也都会很愿意帮忙，因为价钱再烂也就是一个基本行情嘛。有一天呢，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小伟，下礼拜3晚上中秋节你要干嘛？我说没事啊，我在录影，大家录到6、7点。拜托，我新竹有一个场，我临时接了一个那个3台的一个中秋晚会，就那个场没办法去，你就帮我顶，我多少钱？2万8，我就帮他去。谁这么够义气？等一下再讲。为什么要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我就发现我不能讲他的名字，因为我就去主持主持完就大家就会完事了，大家就会互通有无，对，一起去玩耍。Patrick 你在哪里？我收工了，什么，然后就聊到说，我刚从那个谁谁谁场出来。我说谁？他说我刚从那谁谁谁场出来，他在哪？他就跟我讲说，他在高雄啊。你跑到高雄去新竹的场子丢给我，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在哪里啊？我在高雄啊。你他妈在高雄？
然后我就聊，我说你在高雄，你把新竹场丢给我，不好意思，因为我同时接了2个场，就没办法去，就想说新竹比较近，高雄比较远，我自己顶，然后就新竹场给你。合理啊。对。结果后来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认识嘛，歌手什么都认识。后来我知道他那一场主持8万，他把2万8的丢给我。他等于是公关公司发 case 给你，但是你们的地位是差不多的吗？同级的。真正比较那个让人家觉得是背叛的，应该是第二个。对，过分，太过分。所以亚伦你应该是人缘很好啊。不是，可是模特儿的世界有一些有的没的。那时候因为我第一张的模特儿合作的那个合约是5年，第2张是2年。这个7年，大家就看到很多人来来去去，然后跟模特儿公司解约的时候，也是听到很多别的公司也是说很多是会不开心的。然后合约前的半年，你要寄一个纯正信函，然后跟他说不要继续这个合约什么之类的。那我就想说，那既然大家有时候会走的比较不开心，那我就是照合约该写的、该讲的，然后我也跟经纪人有说，因为他是说，如果你半年前没有讲寄全身信函，他就自动续约1年，所以你要赶快为自己的后路想。而且那时候因为我进 MTV 台，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老板他非常讨厌 VJ 那个称号。他觉得模特儿就是模特儿，你干嘛去 VJ？ 可是我就说，他觉得 VJ 比较低阶，是不是？他自己觉得模特儿是名模，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可以去讲话、聊天、主持，我超开心的。真正号称自己名模的人，不是只有林志玲一个人吗？也不是啦，到处都是名模，很多模特儿。你真的心里面放不掉这块心魔你刚刚的嘴巴好不能控制的表情哦。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反正后来还是有些想法，就想说，那我就先把这个约解了。只是因为我不是那个每个月有什么房租啊、什么车贷的那个压力的人，不是啦，就是我住家里嘛，所以我比较不会每个月去看我的那个薪资账单。对。可是我每个月都有金钱压力，可是我每个月都有进去签字，就是多少钱，好哟，就签。结果我大概过了1年之后，才发现，从那个6年半到现在这个半年中间，他都没有汇给我钱所以总共欠了大概多少？快100万。可是他那时候还是在这个中间，我就回想这1年，大家都没有发生就是大家都没有不开心、不愉快，可是他每天还是跟你来啦那这个来去试镜然后我们来做秀，什么都开开心心的。然后后来我装好人，然后不给钱。对，他一定不是装好人，是真正就是那么开心，因为想说这傻子，每个月来签字他都不领钱，很开心啊，也没问呢，怎么会有这么傻，长那么漂亮这么傻？不是，可是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因为不是，可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你既然签了，他一定会汇啊。对呀，而且我是完全信任他，完全跟他当好朋友，而且我觉得我离开他的公司，我会是和平的，因为有人是真的不开心，那我不想当那个不开心的人，毕竟他是带我出道的。对，感恩。对，可是后来他就说，其实他也不是说不给我，后来还是有给我最后，可是那个中间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发现呢？对啊。如果我没有跟他，所以你发现之后你怎么跟他说的？这很尴尬吧？我就拿着我的存折本，我就说，我想请问你自己看看里面有多少钱。我就问了他，是说我有先问公司的会计，然后会计就支支吾吾就不讲，他们可能被下封口令。然后我就在想说，难道每一个人离开公司都要不开心吗？可是我们明明就很好，那最后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解释，那就是后来默默再把钱慢慢的汇回来。还有别的吗？还有一个就是厂商 ，OK， 因为那时候我们以前很流行。做大的秀，那大秀的话，我们都被关在，譬如说世贸或是哪里，就是一整天都出不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蛮大的广告，应该是保养品或什么的。然后最后他就是可能2选1或3选1，但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做最后的试镜。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她有自己的闺蜜在广告公司里面，所以她知道广告公司那一天他们决定要带到譬如世贸，来做最后的 casting。然后他因为先知道，所以他以前我们做秀院都20几个人，所以书画都要慢慢排嘛。那我们这种老鸟都是当最后再弄。他那天第一个就去弄妆发，然后之后就跟我们说你们等一下再弄啦，怎么就是叫我们就是都不用，就是跟平常一样，就最后再弄就好了。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就是
看到我们确定我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安排我去妆发，结果他就消失了。然后最后朋友才跟我说，他就出去了那个世贸外面的咖啡厅，去跟那个厂商做最后的 casting， 然后去跟对方说我人不在台湾，把你支开，完全支开，因为他有内线消息。那你知道之后有去跟他对峙吗？可是那时候他后来离开我们公司，因为你知道他之后因为那个广告是马上要拍的，他后面的秀就不来了。天哪，一定是林志玲。是跟他就很喜欢搞这种飞机啊，不是，应该是跟他那个事情小动作很多，一样有名的人。哇，一样有名。对，那个人还在线上吗？当然就林志玲哟，这件事在演艺圈很红。你说把人支开，自己去跟 casting。他的长项就是把人支开，然后自己去做很多事。你跟他好熟，我跟他是好朋友啊，所以我就知道很多他的秘密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小 S， 我真的很想把人支开，因为我真的想要赚这个钱。谁会这样讲？你的语气不像再加一点，超没逻辑啊！你是不是找时间看看心理医生吧？我没有病。越是这样讲的人，是不是越有病？越可怕。天天都叫他留在家里好好带孩子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吗？不是，我说到现在啊，你还是时不时一直还是好想他哦，因为他还是很讨人厌。好了，所以还有谁是真的很想被捅刀？等一下，这个严重。什么东西？他这个严重。大型表演必怀孕。哪有这种事啊？有。谁蛮严重的？他，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人吗？同一个人。所以你现在结婚有小孩？对，几个小孩？有2个小孩。对，儿子跟女儿，儿子。2个还好吗？等于只开过2次演唱会而已啊。没有呀，2次演唱会。对，然后他就是比如说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这样子。对，因为我们现在在泰国几乎平均就是都会每年都会有1场或2场大型演唱会，然后他每次在演唱会前没有多久，他就会打电话说，哎，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然后他就说我怀孕了，然后我就傻眼，怀孕不是要计划的吗？对不对？没有，谁跟你讲的？你不要给我装新全的泰国的朋友。先计划好的吗？有的时候喝醉就是你喝醉了吗？没有，然后他打给我的时候，因为那个 moment 的感觉很奇怪，你要怪他也不对，要恭喜他，我心里又有一点不是很。对啊，演唱会怎么办？对，因为我们的歌也不能一个人唱，就一定要看到我们2个人。所以，可是他如果刚怀孕的话，载歌载舞还 OK 吧？有一场是因为它是360度的那个舞台，所以那一场的主办的人他说希望他不要上，因为太危险，对，因为他觉得怕会危险，然后是他的第1胎，对，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对。所以那场他到底出现没？那个时候没有，对，他真的没出现。对，只有一个大的演唱会，就是找一个真的比较像贝尔的人。可他现在也不像贝尔啊，所以没关系，换一个人。可是那你自己一个人开啊？没有，就后来因为我在泰国有另外一个团体是有5个人的，5个人里面也有他，然后他就说就他。怀孕就让她好好的去怀孕吧。那你们的酬劳还要分给她吗？没有，不用。所以贝尔，你是有精心策划说快要演唱会了，但你不想要参加，所以赶快。其实你不想要受孕吗？参加可以。干嘛呀？靠拢？哦，不是啦，当然不是。可是你知道吗？每年要有演唱会，那没有空，没有时间给我怀孕。每年你都有。也是哦，也是有道理啊。所以就是演唱会的空档，你就赶快怀孕，赶快不是，可是他要先告诉我说他有这个计划，我才可以有心理准备。可是他第1次没有就算了，他第2次又来，他第2次又早上打电话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了，他又打电话说
我好像怀孕了，我就说好像是有还是没有，他说好像有，我就说 yes or no， 因为是2条线就是有啊。对，那他就说好像，他就不敢说他有啊，他说好像，那我就说那你有演唱会，为什么你在这段时间怀孕？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会怀孕。哎呦，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那你就报复他嘛，下次演唱会你也怀孕了。对啊，我吗？互相换他吗？等一下，你现在有对象可以让你怀孕吗？没有，因为我在泰国的时候，你真的有在气他，但是又其实又想祝福他。对我心里其实是想祝福他们的，好好的祝福他们。可是那个你知道纠结的心情就整容小瑞是被谁捅？我是想抱怨他，为什么？就是每一次以前我们拍全人短片的时候啊，或是拍广告的时候，他前一天 always 都会生病，然后他每一次只要就是我到后期我已经是我只要觉得明天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有个心理准备，凌晨5点或6点的时候，早上6点一定会接到一通电话这样。我真的很不舒服。他也会耶，其实他也会耶。我也会，团体真的很方便，可是因为我们是兄弟，所以而且又是双胞胎。对，又是双胞胎，然后我有时候会期待客户会说不行，但是客户都说可以，所以我每一次都有一种就是2个人没有，就是我会直接，因为我们通常只有一个主角，那我可能原本不用背那些台词，就是广告的台词，但是我隔一天，所以我后期我都会直接全部看。连他的肺也看，连他的肺也看，因为我觉得一定会发生这样。所以10次大概有8次吗？对，没有那么多啦，好不好？那么夸张这样？那你钱会给他吗？没有，后来钱就会让我赚。那这个不是赚钱的问题啊，这个是你是在装病还是你真的生病？我是真的生病，然后以前比较多是偏头痛，1个月才拍2次而已。偏头痛就吃头痛药就好了。就是我都吃到2个1v1、3个4个那种以前很严重，但我觉得这个我跟贝尔很像，因为这次贝尔来台湾，我没有不要乱扯，不是因为我们有聊过，就说我们有些地方很像，就我跟贝尔都是那种工作前会焦虑到生病的那一种，就要戴安诺啊，然后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好了，我下次提早跟你说，我一定会生病。因为你现在不用说。工作前有些人真的会太过紧张，我会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前一天就会出现例如说可能全身过敏，像贝尔这一次就全身过敏，他很严重，很严重，然后又流感，对，流感很严重然后又全身发疹子什么的，然后化妆品什么都要很小心。你这样适合当艺人吗？你要不要回去当妈妈就好？他们这样只能当艺人。如果这么工作前这么容易紧张的话，他们要是每天上下班，2年前就死了。对，其实真的，直接过分你文静哥这讲有道理，超有道理的。我们才是最适合的，好吗？还有一件事情是，也蛮介意的，不是你，就是之前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工作人员的时候，反正就那时候跟一个公司就是不是解约，就是合约到期，然后没有继续合作，然后因为对方就有一个算是工作人员，因为他是常常在联络事情的人。他就会跟我讲说，我们都很要好哦，然后我们其实都是安稳的 ，OK 吧？然后你有查过他的账真的有汇给你吗？没有，跟钱没关系，跟钱没关系，是讲坏话有关系。就是我听到别人就是说他有在讲我的坏话，讲坏话，就例如说我很多想法，然后很多意见啊，你本来就是啊，实话，对啊。很有主见，因为你连你弟要在哪里你都要管。对呀，然后自己都没站好了。对啊，刚前面那套表演是什么？你前面还是往前冲，不知道干嘛？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是捅人家刀的那个人。对，不是你明明就自己机车，还要怪别人捅你刀。我跟你说，我们刚刚在那个化妆间，他说，我觉得等一下有可能我被 Q 到表演，我们来记一下动作。然后还乱跳。所以我刚才真的觉得我又被捅晕了。你不要讲，因为你本身是个机车王。展瑞，表演没带你们是什么啊？没有啦，这个是因为我的娃娃，你跟展龙应该很像，就是我们在泰国唱那个 Sister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歌，对，因为那时候很密集在排练，我们就2天练完，就是大后天就要拍 MV，所以全部都是当下就是要在那个状态。对，那
娃娃他跟我哥有一定很像，他们都是很E人，就是会一直很亢奋，我们很棒，我们很棒。然后当下就给我很多的正能量。我们只要拍完 MV， 我们下一次就是一起表演。他讲的超级满哦，然后我就信了。然后之后呢，我们拍完之后，我回到台湾，过1个礼拜之后，他们在泰国有一个大型的演唱会，就是这一首歌。然后自己去表演掉了，而且有完整的舞蹈哦，然后我们唱的那一段，他们自己还编好完整的配套，对吧？对，怎么会这样？我们的那一段他们编好了，之前他们一直说，我们第一次的表演一定是一起的。他有讲这句话？有，娃娃，对不对？为正能量点到满。可是你也知道艺人很喜欢讲假话，不是？我要先没有，他们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只记得我们表演的时候没有他们。可是我们要表演的前1个礼拜，我有说，我们会有一个大型的演出，你们要不要来？因为他们有2个团体啦。没有，不是啦，是你们啦。我有先跟你们说，我们会去上一个很大的节目。然后没有，他不是这样问的，他都是说他打电话来说，你们最近要来泰国吗？没有啊，没有去泰国。哦，他没有讲什么来泰国干嘛？会有点绕一个圈哦。然后说没有啊，没有旅游。哦，你们要来拍 vlog 吗？拍片吗？没有啊。然后最后就看到有演出。不是，我想说他们有来就一起上那个节，就直接说是一个邀约啊。飞机票不是买不起。你就应该要郑重的说，我们有一个节目，我有告诉他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泼水节的时候，我也问说，你们有没有来泰国泼水节？没有啦，现场的确有讲，但是因为人已经到现场了。他是问你们要不要去玩泼水节？对，要不要玩泼水节？他都不是说表演，他没有讲表演，没有讲表演。他是先说，你知道他们真的在那个曼谷的那个 BC， 你们知道那个 Central World 那个最大条那个 Central World 表演这首歌哦，然后是大型的泼水节，然后没有你们。对。可是我有发照片给你们看，说希望你们也要来。表演完之后，他就发了一堆照片过来，然后说哇，好希望有你们在哦。还是一直没有被捅的感觉？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捅别人。娃娃，你如果那么不想要跟他们同台表演的话，你干嘛找他们合作？不是，我有想要他们来，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让他们来啊。买机票影响就好了，就买机票去就好了。他们说他们要去欧洲啊，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他们可以改机票，他们2个人还活得很好安排，你有点赵魏在天之灵的感觉。帮我，那么多人，你也在现场，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朋友有点心机。就是我想说，他以前在那个年代，他经历了什么状况，让他有一些恐惧，不敢讲，对。那个时候很辛苦。哇，现在人买机票都很方便。哦，是啊，手机就可以订了。对啊，泰国有那么多班机可以飞过去就好了。再吃一点，从桃园渔船出港，大概4个小时就到了。到底有多难？你不要那么累吧？可是我也很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小来。我都表演完了，还在讲这种话。你也在现场，我们也不确定要上台。哦，对，少来，对不对？你说你们到舞台旁边还不确定要不要上吗？他已经就是有。不要再说话了，生活杂吧。我们唱的那一段已经没找了。有的真的被人家捅一刀之后。到现在都觉得还是有受挫。哎呦，阴影啦！有，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做模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就刚讲嘛，我是舞台模特，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广告的机会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也是，我觉得还是我的小道消息都很少。就是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有一阵子哦，超级常找我去吃大餐。他在旁边，我也没有注意到他到底是吃多少，还是吃的品相是什么。总之呢，我那时候就是很放纵，就发胖。结果呢，我就丧失了一个超级好的工作机会，因为那时候是他需要是比较瘦的，对，瘦的。然后自那次之后，我就发现天哪，第一我们又大只啊，很高，就是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稍微维持在一个范围内。所以后来呢，我就是很认真的想说要做一些体态的管控，然后就找到了一个膳食纤维粉，就是非常的可以让我轻松的在
快乐的生活之余呢，还可以做好体内环保，可以正常的吃，正常的喝，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赞，而且你可以饮食均衡，然后你又可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哎呦，这么厉害，然后可以带来给大家分享。好哎。就是这个日本膳食纤维粉，对，那大家不要看，就是好像我一直都体态维持很好，可是其实我是尽量就是靠衣服先穿嘛，就是露出来的地方。可是你至少手臂也超细的，因为我人高啊，所以还是要控制。但是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泡芙人的体质。有吗？因为我就是还是要近期我是有在运动，可是就是你要让自己的体态一直维持好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感觉的。而且像我在选保健食品的时候，我非常就是要清楚它的来源，像这个是来自于日本非常知名的制药大厂，而且它完全就是日本原装进口，因为很多是什么再包装什么的，而且它有获得台日的双效认证。那大家知道那个小绿人标章吗？有啊，健康的人才可以安心。对，然后呢，它呢就是有不只有一个哦，它是有获得双向小绿人健康标章2个。它的小绿人呢是经由动物实验结果的哦，在调节血糖啊，还有我们血液中的这个总胆固醇，还有3酸甘油脂。那听说我们常听到这个项目会比较心虚，但真的是要经由认证才可以这样标哦。对，双认证，而且呢，它这个里面它是有透过那个特殊的技术处理，它可以作用在我们那个糖分跟油脂，所以对于你喜欢高油高糖饮食的人，它真的就是可以随餐就可以一起食用。这么方便？对，你是说吃之前先吃吗？它可以配在我们所有水、果汁、咖啡、汤，甚至任何食物里面，因为它没有味道。完全没有味道啊！对，我配过什么意大利面呐、贡丸汤这种，人家就直接一般的食物，而且它可以任意搭配酸甜咸辣冷热都可以。就什么都可以。那这到底是多少分量的纤维啊？我们有大概90%的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因为大概25到30克。那25到30克是2颗高丽菜，或者是23颗奇异果。那不可能吃得到，就不可能吃到。那这个的话呢，它一包里面是有6克的膳食纤维。哦。那我自己平常都会吃2到3包。那现在它在日本呢，也是大家就是那种上班族，就是小小的嘛，然后就放在随时对随时，然后它在日本已经卖出大概4亿包左右。4亿包，这个好吸引人。对，你们可以看哦，我现在是放在水里，然后它的粉末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呢，你直接呢倒水，我现在用水做实验就知道，不用搅拌吗？不用，哇，自己等一下立刻融了。它就会融。现在大家手上都有不一样的饮品，可以其实喝喝看。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味道，对，真没有味道。因为通常像这样的什么膳食纤维之类的东西，都会有一些什么绿色的蔬菜，然后菜味，对，菜味很重。其实我是会怕的，就它完全不会影响你平常任何食物的口感，这是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你们看是不是很快就溶解了？像贡丸汤，刚刚讲说贡丸汤、贡丸汤都可以，因为它就是没有味道的一个，完全不会改变水的味道。不会。对，有层次也不会改味道哎。对啊，而且连咖啡都可以太强了。贡丸汤，喝喝看，你喝喝看，我帮你拿这个。谢谢。贡丸汤哎，好特别贡丸汤，然后我加了1整包哦，你喝喝看里面的味道。我搅一搅。有贡丸吗？都已经融化了，它应该融化了。哎，都不用自己搅拌。不用，对啊。哇，是贡丸汤吗？是贡丸汤哎。你以为加了会变牛肉汤吗？你有就惊讶成这样吗？就是没有别的味道嘛，没有别的味道啦。你是老板吗？怎么感觉从来没有喝过贡丸汤一样？我跟你讲，我很爱喝贡丸汤，而且贡丸汤有任何其他味道，我一定知道。但是有些那种葱跟蒜，或是那种加了一点点，我超爱贡丸汤的，真的。我是馄饨汤，我也是馄饨汤。就贡丸真的不，有些还有一些猪腥味。哎，可是这样真的很适合外食的时候，对，就是而且它完全没有混到别的味道，放在包包里面，而且它是那个纯素也可以使用的。哎呦，那很方便喽。然后像我平常我就是觉得这样的体内环保，然后让你可以就是很顺畅，因为像我以前可能3、4天才会一次，那现在我大概是
一起每天都1天8次，没有啦，我大概1、2周之后，就会每天早上其实就是很固定每天早上，而且健康啊，这很重要。它的那个量跟你看出的东西，你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你就会比较维持那个这边就你就觉得这边哇好平哦，平啊，对，就是因为你有每天都有进出啊，所以你如果硬凸出来，它也没东西，硬凸出来就是硬硬把肚子凸出来，没有。哇，它真的是平的，有一点点哇，对，而且现在快到中秋节了，大家是不是想什么都烤下去？真的好羡慕。所以一天你说3包都 OK， 因为它1包6公克嘛，我如果吃到3包，我就18，我再随便吃个东西，我每天的膳食纤维量就够了。哎呦，一天对，这好诱人哦。哪边买？现在不用去日本，那我自己喜欢在网络上，那当然一般的那些药妆通路也都买得到。哎呦，所以推荐给大家，方便，很棒哎，膳食纤维粉。所以说捅刀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开心又可以看到中国法法了。对，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可以跟大家宣传到的呢？现在我们在9月跟10月在泰国也有演唱会，你们要来吗？不要相信他们，不会再相信，连 sister 都不要宣传，除非你真的不要明确说要干嘛，我们再去。他还说你们要不要来？什么东西呀？来看我们演唱会，要不要来玩？他把你们当路人是不是？天哪！这样来哪里？那你们在台北会有那个吗？表演吗？台北希望之后会有，台北就可以约他们吧？对，这可我们的新歌的才不约，也太可怜了吧？但是到时候你们也出现，然后没有我们，对啊，台湾，我们才不会干这种事。不会吧？我们都正式邀请你们来拍 MV 了。天哪，好伤心哦！他们泰国人太穷。原来小龙两位是好人啊！我们原本以为他们是什么？好了，很开心这次见到中国法法，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